Patty here. Grab your tea and take a seat. It's K&K chat time. Chat, chat, and chat, chat. Hi, Coffee。好，现在已经到了11月，你不觉得时间过很快吗？超快的，马上就年底了，然后11月，你知道最重要在美国是什么吗？感恩节，没感恩节错，又到了。我刚刚上线之前，我还在跟我朋友讨论今年的感恩节，就是我们要办一个 Friendsgiving。哇，好特别哦！你们不是用 Thanksgiving，是用 Friendsgiving。因为其实一般来这边很少人是一家人来的比如说像我们的家人都在台湾，所以我们就会朋友聚在一起，一群台湾人。所以我去年也邀了一群朋友来我家，就把所有朋友都凑在一起，然后准备丰盛的晚餐，不是我煮，然后一起这真的非常值得感恩。然后我朋友还帮我摆得漂漂亮亮的。那你呢？你去年感恩节是怎么过的？或是你今年有什么计划吗？我觉得我们应该还是会去我老公表姐家一起过感恩节吧。因为去年也是去他们家，对不对？对啊，可是那时候就是会觉得有点文化冲击吧。哪一方面的？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去年刚来嘛，那小朋友他们刚上学，然后我们对于周遭的事物一切都是在探索，就非常的非常新。那表姐就是非常热情，她就像天使一样，开始帮我们踩点啊，介绍我们哪边可以去啊，然后她甚至帮我找亚洲超市这样子。太贴心了吧！亚洲超市很重要，我一来就是立刻搜寻。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内心觉得很感恩之外，我还有一点点尴尬。为什么你会觉得尴尬？每次好像会觉得特别麻烦别人，然后会觉得那种啊，我是不是应该要自己来，我不要去麻烦人家的那种感觉的上升。我这件事情我要先说到最深刻的，就是我20几岁，我人生第一次开刀的时候，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从小根深蒂固那种不要麻烦别人，然后不要怎么样，我们就习惯自己来。我自己一个人去办理住院，然后开刀。啊，天哪，好感哦！我不想要麻烦别人到这种程度反正 anyway， 这最后还有牵扯到，其实你不可以一个人去，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不想麻烦别人到这种程度我开刀全身麻醉很痛，我居然觉得我可以一个人面对我觉得你真的超棒的啊，真的超棒。像我自己的话，这次的邀约，我就会觉得，你知道吗？就是觉得我现在要去别人家，我就要麻烦就是表姐他们，就是准备一大堆东西。那我内心就现在想说，我需不需要带些什么东西呀？还是我过去的时候要帮忙煮什么亚洲餐啊，让他们 surprise 什么之类的。对啊。我知道了，因为像我们亚洲人，就是不可能空手去别人家，这不可能的，我们一定要带个什么东西做点什么，不然我们会觉得我们没办法，就两手空空，然后去那边纯吃饭。我们香蕉去，不好意思，带着香蕉去很奇怪。所以我去年虽然说表姐就说，你们人来就好，那不需要带什么东西。然后我还是会觉得，这种就是个怪怪的。我就还是跟我老公说，麻烦你买2个派，一个南瓜，一个那个苹果派，我们就带着去。对，不要就是真的两手空空，然后人家客气跟你说人来就好，你还真的很客气呀。这个真的，我真的懂。对啊，所以你知道，就是那一天为什么会觉得很尴尬吗？就是一进门人很多，就是表姐、表妹，然后表姐夫、表妹夫，他们全部都在那边，然后大家坐在那边就喝个酒啊，很 relax 啊，然后一看到你进门就说：“哦，咖啡你来了！” Oh my god！ 我们真的好开心哦，你终于来了。然后你看你的小孩好可爱，什么你知道吗？我当下就是愣在那边，然后笑容就是要僵掉。对，发生什么事？这太热情了，你知道吗？我就会默默说：“我需不需要帮忙？”然后他们说不需要，我就这样嘟移到小孩堆里面。你知道小孩比较好亲近嘛，他们不会去说你的文法怎么样，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内心稍微放松一点点。我可以想象你那个1号表情，笑到这边都僵了，而且那个尴尬癌都快发作了吧？一进去看
对，太这个而且尴尬了。手心发汗，你知道吗？就是哎天呐，他们要问我什么？天啊，我要把耳朵要张大一点，然后确认我没有听错字，然后可以回答正确的答案什么的。然后你知道吗？那整个大餐啊，我们这边围着吃嘛，那小朋友就一嗯起，然后最嗯，后还问我们说，哎，那我们现在就来一个，大家坐在这里，那就大家互相说个感谢吧，就是对于今年有什么感谢的话要说这样。我真的不会吧！我竟然还要即兴发言，我当下想说啊，天哪，我要讲什么？我真的脑袋一片空白，你知道吗？我光我就说光是听你这样说，我就已经感觉到非常慌张，就很尴慌尬。张啊，然后就是手一直在那边抓着那个衣角，没有啊，就是我就会说哦，感谢大家，就是我们刚搬回来美国，然后你们邀请我们来家里一起大家团圆，一起来做客，我觉得非常的感谢。然后我就觉得讲完以后，我就觉得，哎，怎么讲的这么自式化？天哪！然后我也顺便在想说，我刚才到底在讲什么？我完全不知道。不会啊，对啊，我觉得你讲的很好啊。我觉得其实这个感恩环节，我个人蛮喜欢的欸。就小时候我比较有一点不知感恩，我会觉得就是阿妈煮饭就是理所当然，我还说哦这个我不喜欢嗯。吃欸。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对于我这个亚洲的小孩，然后来到美国这个环境里面，我会有一点点文化冲击，就在这里，就是发现他们哦，好像对于说出爱这件事情，或是对于说出感谢这件事情，他们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吗？但是我们就会很慌张，就是哎，这个讲出来很矮油哎，买啦，哎呦，我懂，就是像小时候那种王阿姨说：“哇，你家儿子好聪明哦。”然后我们还会说：“没有啦，没有这么聪明，你家女儿比较棒。”这种推来推真去的，的真的连真的。夸奖都不能好好说哦，谢谢，对我儿子很优秀，讲不出口哎，你有发现？对，就是会觉得说，哎，你不要夸我们家小孩，我们家没有那么好啦，真的就是普通啦，就你知道过得去而已啦。然后后来我就会觉得说，哎，他们真的对于这种说出爱啊，都非常的自然。我觉得对于他们的表达来说的话，就是他们不吝啬去跟别人讲说，我真的感受到你对我的好，我也真的很想要对于这件事情做出感谢。对，因为其实我大概12年的时候我就搬到欧洲嘛，我现在对于这嗯这方面的练习已经是非常非常自在。就是你看，像法国的时候见面就是要先亲脸颊、啊，碰脸颊，哎，他们是真的然后亲吗？他们是真的，没有，他们其实就是碰脸颊啦，除非我觉得哦，真的太喜欢你才会忍不住亲，但是一般的话就是碰，偷亲，一般就是碰脸颊而已。然后像嗯，到美国之后，他们很习惯就是拥抱。就是嗯，见面的对，时候说：“哦，你来了。”然后就先抱对啊，抱你。这个我啊，很自然，我已经自然而然就是见面的时候我就先抱，然后离开的时候嗯，就拜拜，谢谢你来，然后我就都抱。我现在男生、女生、大人、小孩我都非常自然了，练习的天呐，很好。那你真的很优秀，我还是会有一点点尴尬啦，就是我还是会保持，就是安全我没距离有这样，不要这里，样子抱，我是说这你要样子抱很紧，没有那么夸张，熊抱，你不要没有，吃人家豆腐，不要这样说，要帅的才会吃，不是啊，有人常常哎。这样，还不放开吗？其实我现在也有一点点习惯，我觉得亚嗯，洲的小孩就是可能对于说出爱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会蛮抗拒的。就一刚开始啦，像我现在每天都会跟妈妈视讯嘛，就是毕竟我们台美这么远的距离，那每天我还是会想要跟她聊聊天啊，然后了解她的状况，所以我就有时候还会很自然而然就跟她说：“妈妈，我爱你，我真的很爱你。”哇，然后那你当做很不错哎，哎，你妈但是你是什么反应？知道吗？你知道妈妈的反应就是那种，哎，你在说什么疯话啊？你是发生什么事了吗？你有什吃么问题吗？错药了。对你吃错药了是不是？你有什么问题吗？然后我就会觉得，哎，可是久而久之，每次这样子的练习之后，我发现我最近看到他跟我的小孩两个这边 I love you，然后他就会说 I love you too，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小孩跟妈妈之间，他们对于爱这件事情就变得更开放，就是他愿意把这件事情说出口。我就哎，觉得啊，我觉得好感动哦。
这真的是一个不是需要练习的一个过程。因为以前如果对啊，朋友说爱你哦，我完全就是忽略这句话，我就说晚安，或是拜拜。真的假的？我没有办法但现在我已就经练习到他们说 love you， 我就说 love you too。现在我练习到连中文，因为你不觉得说我我爱爱你你哦。很奇怪耶？但是如果你要跟别人说哦我爱你，就太怪了。但我觉得 love you 好像讲成英文比较OK，比较可以接受。就比较顺口，你会觉得说那个东西就是很自然而然的，但是说爱你哦，就觉得好像我也没你有那么什么意爱你啦。思吗？你干嘛？你干嘛？你干嘛这样子啊？你至少装一下吧，不是啊？对，而且我还发现说，我现在对于就是称赞，就是你每天出去一定会收到一大堆称赞。哦，好喜欢你的衣服哦，It's a nice earring，什么 nice hat，I like your outfit，一系列的一定会收到一个小称赞。我现在都会说，Thank you。你知道，以前我就会觉得，还好吧，就不知道讲什么。现在我就会直接收下，说谢谢你。所以 Kavi， 我觉得你今天真的超漂亮的，你皮肤怎么那么好啊？你不要这样讲，我会害羞。你不要这样，你这样突然而来，我没有防备，直接告白。你不要这样，我心脏现在跳很快，有点紧张，好像真的会。你刚才这样子，我真的有点措手不及。你应该感受到我有点慌张吧？太夸张了吧？他们对于那种肢体表达就是非常的直接，然后我觉得我们的表达是真的比较内敛一点嘛。所以我刚刚这样夸你，你无法回应，你不能就说谢谢吗？然后收下来呀。我直接跳话题，我就直接跟你讲，我不要讲这个，就没有了。谢谢，好了，谢谢你的夸奖。今年的课题，你要学会好好敞开心，然后去接受，好不好？收受也是一种感恩呐，你懂吗？对，感谢你的称赞，我收下了。我这真的蛮美的。然后你知道吗？后来我回家，我就会在思考说，你知道美国人他们这么的热情之后，我就会反省我自己，想说，为什么我会这么的不自在？在那个场合里面，在那个环境里面，在那个说爱然后说感谢的情况下，我竟然这么的不自在，到底是为什么？我刚刚光是夸你，我都看到你超不自在，完全看我脸红吧。我觉得首先就是关于收受这件事情，是不是跟我们自己本身那种价值观里面的那种配得感有关系？会不会有点觉得我好像不配得到这个称赞？比如说人家说你成绩很好，你就会觉得没有，好像不够好。你很漂亮，没有，还有人更漂亮或者什么的。好的，对，就是别人在称赞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看到的角度跟别人看到的角度好像有点不对称。他们真的就看到现在的你，可是你看到是你更想要往上的那个角度，所以你就一直觉得说，我对于这个没有，现在我还不是我想要的那个印象，你知道吗？然后所以就觉得先不要。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开始就是学习，对我已经够好了，然后我很棒，把这个配得感的这种自我价值感可以把它就是堆叠起来，然后变得更扎实一点。我觉得是接受现在的自己。没错，现在的我们就已经够好了，已经够好了。对，像我自己就会觉得我现在这样子的状况，我觉得不够好，然后所以我才会觉得不够配得那个称赞。所以我自己在行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应该要接受现在的我，就算现在身材圆润，我还是很好。你在美国的话，应该是大家很抢手，抢手。所以我觉得你讲到这个重点，真的是要接受现在的自己，因为不完美是一种完美。是谁说一定要这么完美的，对不对？没错，就对于完美的定义到底是什么？那这个定义是别人给你的，还是你自己给自己的？这个也是很值得去省思跟探讨的，对不对？真的，我觉得现在我确实也在练习，就是接受现在就 who I am， 我就是接受它，然后拥抱它，然后去爱它。台湾人从小好像就被教说要不能欠人家人情，然后不要麻烦别人，这种好像是我们那种根深蒂固，觉得要礼尚往来啊什么什么的，应该也跟我们的文化背景有关吧。我自己觉得多多少少真的会有一点影响吧，就是
你好像今天你想要去请别人帮忙什么时候，脑海里就会有亮亮亮亮的有个声音，就是告诉你说，你这样子麻烦人家，欠人家人情，你接下来怎么还啊？天哪，那这样子就是你现在跟人家借个救急的钱的好了，你可能还要再加个利息回去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会哦，还钱的时候再送一盒水果，又来了之类的，对，水果之类的。应该是说那个教育本身，就是我们在小时候就感觉起来，就是你今天跟别人要达到那个平衡的感觉，就是我今天付出跟我今天接受不要差太多，对懂吗？对对，那就回到就是礼尚往来啊。对，没错啦。但其实说真的，如果我现在回想我最一开始离开台湾就搬到法国的时候，其实我也会有这种文化冲击耶。你也有？等一下，我思考一下。你耶，我就说你耶，你有吗？我现在已经成精了，但是最一开始，比如说那时候出那种地铁口、捷运站，有人会帮你推着那个门，主动帮你开门、扶着这种，我都会觉得说不用，然后赶快冲过去，想要帮他把那个门扶好，我会觉得很不好意思连这么小的事我都不好意思接受这件事情对我们当下是不是真的都很不容易啊？我跟你说我刚刚去健身房，然后我走出来的时候推着，我就一直扶到那个人过来为止。我现在已经是假的？那对方的反应是什么？thank you， 赶快，原来离太远了，我就已经在扶了，我就这样等他，你到底要不要过来？好笑哦！所以你会一直帮他抠着吗？其实我自己也会，我觉得现在看到他们对于别人的好，其实自然而然你好像也会习惯性去当一个给予者，就是看到买东西的时候，老人啊，他们满手的那种购物袋，你就很习惯想要帮他们开个门，或是帮他们推那个车那种感觉，就是你需不需要帮忙？是不是？就会很不会吝啬去给予帮助这件事情。而且其实我刚刚比如说讲那种推门的事情，我后来发现一开始别人帮我推门的时候，我好像其实觉得很温暖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他在等我，然后他好贴心哦。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就是反过来在想说，今天别人在帮我们的时候，我们 say no I got this， 你不觉得好像有点是在拒绝跟这个人产生某种连结，因为他其实在散发出他的善意，但是我们就是好像直接说no I got this， 然后就觉得好像我没有要接受你的善意那种感觉，就拒绝，对，除了一道墙在前面那种感觉。感觉好像被推开了如果我没有办法想象，如果今天我说咖啡你要来我家吃饭吗？然后你说我不要，就算说你背后是觉得说不要麻烦你啦，你还要煮饭什么的但我直接被拒绝，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像你说那道墙就直接筑起来了，完全对啊，好像真的就没有办法跟碎了对人与人产生连结的，没办法，就感觉好像那种礼貌是在包装我们这种防卫的心情。对，这真的是对，我觉得是我亚洲文化上面的一些算通病吗？已经说是一种病了。对，那我觉得我现在真的是学会你的那一套，真的。哪一套？你赶快再夸奖我，拜托。咖啡，你真的好漂亮，皮肤怎么这样闪闪发光？谢谢你，我真的太感谢你的，谢谢你的赞美。好像有点太多，好，没关系，我学会这一招了，好不好？谢谢。你现在夸我，我示范给你看。卡蒂你超美的今天。我知道啊，谢谢。天哪，好好笑！你好棒，你好棒，优秀。直接收下。好，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今年的功课就是好好的接受别人的善意，好好的学会被照顾。没错，我觉得你现在已经融入大概美国文化的一半了。才一半，这么一半。因为你现在要开始学会懂得去接受，因为我觉得这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你这样两颗真心才会开始交汇，你知道交流是不是？懂了，完美。对，那我也想问大家，就是你最近一次被别人照顾是什么时候？那你有没有真心的接受他呢？留言告诉我们。好，那我们就预祝大家感恩节快乐。我是卡比，我是卡蒂，我们下周见。
拜拜拜。拜。